国内的很多事情我没法聊因为国内太多正能量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赋予正能量比如90岁的老人路边卖菜被热死了，也要有正能量，对吧？我们不能去质疑任何问题，我们只能说这个老人90多岁了还在自己努力的生活非常棒，正能量，对吧？这个在很多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都要赋予它正能量，一切的东西呢，我们都要看到它向上的东西所以有的人活得很开心，每天都充满了正能量，但是也有人呢活得很压抑，因为他不能思考正能量以外的东西不允许他有任何质疑，或者说其他的声音。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是关于这个吃中药的问题，就是喝茶叶不能不能用茶叶喝药水，要用白开水这个应该这么说不能用茶叶来送这个药片到这个口内。他说茶叶会解药把药给解了但是呢，用白开水可以，喝了药之后可以再喝茶叶。这个我就当时给他顶了一句，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质疑的嘛。我说这个茶叶，你喝了药之后再喝茶叶，到肚里不还是茶叶和药混在一起吗？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开，对吧？那个人就白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茶叶是解药的吗？哦，原来茶叶解药，但是分开了就可以就很搞笑。因为这个就是任何药品呢，牵扯到药品正常的逻辑有逻辑很可怕的，有时候，因为会让自己活得压抑。就是正常的药，你得有一定的量才能解这个药对不对？它有一个反应，化学反应嘛，一定是有这个药品的这个剂量进行参与进来，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逻辑的话，就感觉很搞笑。但是有些人就深信不疑所以这个东西没法说所以只能聊聊越南的东西。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越南是9点钟越南的这个气候非常好。就我到越南之后我就是对这个气候东南亚的气候是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舒服的。但是你在南越和北越之间呢，肯定更倾向于南越这个北越的朋友可能是不太那个。南越呢就是晚上非常凉爽，北越的会比较闷热有些时间段它接近于广州的天气特别是河内那边非常闷热，因为河内又是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所以非常难受我就是不太喜欢河内我认识很多越南朋友，包括在越南待了久的朋友两边经常跑的，就是更喜欢那个胡志明更喜欢南部。而且有一个河内飞往胡志明，就是每天的那个飞机的班机最后一班飞机大概11点多还是12点钟的样子，大家可以查一下最晚一班的班机每天晚上都是爆满的，那个飞机上都是坐满的就是有很多南越的人到北部去出差，他不愿意住在北部的，他是想办法再回到南部来。这个是南越北越气候导致的，有很多人不愿意住在北越当然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讲在那待的如果时间短，在越南待的时间短的话，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没有这方面感觉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很少南部北部这样对比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中国人在越南待了很多年的最终他是选择南部居住的这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就是选择南部居住，岘港以南嘛，岘港、芽庄胡志明、平阳、头顿，就很多中国老板住在那里。当然北部也有很多北部也有很多，因为总量是在那儿的嘛。而且今年呢，就是从疫情之后就是越南的那个中国人是越来越多它是呈这种平稳的增长嘛，现在是因为很多中国朋友
来越南的理由也很简单，他是想找更多的机会嘛，响应一个正能量，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要走向世界嘛，对吧？只有人出去了才叫走向世界，人在国内的话，他不存在走向世界的，因为人在国内待着，你只会思维越来越狭隘，人只有走出去才能开阔眼界，开阔心胸，开阔你的认知，开阔你的这个各方面的知识吧，开拓你的市场最重要的啊，你走出去才能赚到钱。就很多中国朋友呢，就是或者说有很多人吧，用那种就是说呃从中国模式里再来到海外，是一种碾压式的那种方式来进行思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很多中国朋友，出海了以后呢，就是用原来在国内的很多模式，它是行不通的原来很多模式是行不通的。这一块儿呢，就是很多中国朋友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包括我以前也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做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因为一定会四处碰壁的。因为越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不光光是越南吧，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一样，都和中国的很多东西，呃，有点相似，但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有很多，我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今天我直播没做准备啊，现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直播我是没做什么准备，就是聊到哪儿是哪儿的那种，信马由缰的聊。有很多中国朋友他是，呃，还是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越南，到了越南以后，他碰壁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来思考，他还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哎，我为什么会走得不顺？我在中国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刚来越南的时候，那个翻译也跟我讲，这里是越南啊，两个手一弹，这里是越南啊，就是越南是这样，一次一次的冲击你，对吧？一次一次冲击你。当你觉得他们做的不对的时候，或者什么，这里是越南啊，两个手一摊，就是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确实，你如果在越南待久了以后，你就觉得原来这是越南应该遵守，就是按照越南的习惯或者越南人的习惯来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你就更能够说服自己了，包括你的节奏会放慢，你的这个一些想法会慢一点啊。但是有很多中国企业呢，现在也是来做越南市场，因为出海了以后很多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作为中国人的市场，就是市场份额，市场的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其实，在平阳那边呢，你只能做中国人的市场，离开了平阳或者北宁、北江，平阳、隆安、德和那边，这个是中国人的市场，那边中国老板非常非常多。那离开这几个地方以后呢，其实你还是要做越南人的市场，做越南人的市场就考虑到就是你必须得接受越南人的很多习惯，你就要遵守越南人的习惯。其实越南人呢，就是我每天在这个刷抖音其实我不太愿意刷抖音，但是刷抖音的时候，我很容易刷到在越南的一些视频呢，有很多在越南的老板呢，就是说越南女人很辛苦，越南男人很懒，越南男人在喝咖啡，女人在这个工作。其实我在我的视频里也很聊过这种话题，就是越南男人和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想越南女人勤快的话，那个重活谁干呢？肯定是男人干，对不对？其实越南男人也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农村的，中部地区的赶海，他们要赶海，就是赶海，女人能赶得了吗？肯定是男人嘛。赶海是晚上，白天呢？白天就是休息喽，喝咖啡喽。你不能让人家累死啊！本身越南就是一个，就是喜欢这种休闲的一个休闲文化占主导的一个国家。它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家就是比较喜欢休闲，比较喜欢休闲，中国人眼里就是懒，啊，就是就是对越南人来讲，这是应该的，天生就应该我来享受这一份闲事，对吧？我工作完了，或者我完成今天的工作量了，然后家里面的女人来做一定的事情，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比如说他赶海把鱼打上来了，从海里，那老婆啊或者家里的女人去卖鱼，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啊。但是他们会在咖啡店里来休息，对吧？来待着。但是你如果是觉得他们懒，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当然不排除有很多越南人是懒的，就是你看，从越南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越南那个男人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嘛。在南北战中啊、越南的我不能说南北战争啊，应该说统一战争嘛。统一战争越南包括打柬埔寨和中国的战争，这个几场战争打下来，1978年，1975年之后呢，1975年之后啊，这个今天老说错啊，1975年之后，他完成统一之后，实际上他的男女比例是非常非常的悬殊的。越南社会上很多女人在把持着家务啊，其实男人已经很稀缺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重男轻女很严重的。因为有了男孩嘛，是家里的希望。所以那个时候的男人呢，从1975年到1985年吧，可能那10来年出生的男的，一定是宠着的，对吧？家里面很宠的。甚至再大一点，到90年、90几年，一直到越南改革开放，他是越南那个国家的男的，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被宠爱的。但是呢，就是一定有一些男的呢，因为被宠爱，就是养成一个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就是二流子的那个形象，一定是有的。包括在现实中也有不少。我有朋友开工厂的，他跟我说，他那个有一个越南人啊，就是也是打老婆打老婆，然后那个不他老婆很努力，他也什么也不干，然后天天经常打老婆。然后后来我那个开工厂的朋友呢，就把他这个老公给请到这个请到这个工厂里来了，就说如果你再打你老婆，我就把你老婆开除了。开除了以后呢，你们家就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了，你老婆也不能给你钱了。但是你要好好的不打你老婆呢，你可以考虑到我厂里来上班，我给你找个工作岗位，但是你必须得给我写保证书。这真是写保证书手写的那种。就是其实你要说越南人不守信用呢，他这个也不对，他写了保证书以后，他真的很少打他老婆了。但是我那个朋友呢，也是比较恨这种打老婆的嘛，就是给他安排了很多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给他干。但那个男的也是干下来了。一边鼓励他，一边是让他干着最重的活收入呢也是跟普通的工厂一样的。但后来呢，这个男的呢，就是也形成他们厂的骨干了。因为他不坏，你知道吧？这人不坏，人不坏就能救。所以他只是从小养成的那种习惯，他不知道怎么做事，或者说他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来提高自己。他从小就被父母宠着，结了婚以后被老婆宠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越南男女比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那波人他这个娶了老婆以后，很多老婆是宠着他们的，非常宠的。这在家庭地位是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是他们很少做家务的。这个是有这个相对来说，在越南呢，女人做家务比较多，男人是很少做家务的。这个很少看到越南的男人就是煮菜什么的。因为我那个朋友是可以的，就是我中部有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在，哎，你好你好，给我做过翻译，做过员工的那个阿海就是中部的，他是自己做菜他是很顾家的。因为中部呢，其实每个人的家庭是不一样的嘛。我觉得在越南，你要是深入了解的话，其实越南男人呢，相对来说，如果你好好尊重他，然后引导他，是他是非常可以的。非常可以的。很多越南朋友呢，就是都是不错的。都是不错的。就是起码这些人呢，没有特别坏的，就是特别坏的，或者说胎里带的那种坏吧，就很少很少。因为很多越南人他都有信仰的，对吧？每一家越南人，我走了很多越南的那个地方，每个村子上那个
他都有一个拜拜的那个。你想想，一个人早晚晨昏三炷香的人，他再坏能坏到哪儿去呢？当然不排除他因为一些小毛病啊，什么恶习啊，对吧？这个是肯定是有的，但相对来说都是还可以的，都是还可以的。相对来说性格都比较温和。越南人性格比较温和，我为什么敢一个人从南到北上一个人骑摩托车，晚上在路上骑摩托车，就是真的越南人很少有那种打劫的，或者说就是那种应该说怎么犯罪呢？就是有预谋的犯罪他越南有很多人犯罪，他是那种怎么说？应该是这种就是随机性的比较高随机性的比较高预谋的相对来说比较少。那我们在越南旅游呢，可能说丢手机或者什么呢，那个是有的。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觉得特别是贫富差距的社会，一定会出现这种偷抢这种事情一定会有的。这个我们要掰开了看，就是我觉得一个事情，你不能说这个一个地方有这种偷抢了，就觉得这边治安不好。当然了，如果偷抢的话，越南的警察还是帮着越南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如果是中国的警察也帮着中国人，我觉得是正常的，对吧？如果不帮着中国人呢，那就另说了，对吧？我觉得应该是，你这个本国的警察帮着本国人，越南的警察也是帮着越南人的。越南的东西，越南人，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游客在越南丢了东西了，越南警察是帮越南人，但是到泰国不一样了，泰国你到了泰国以后，你东西如果丢了如果你是那很快就给你找，中国丢自行车一样的。这个网友说，每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人们太担心了。其实这种担心呢，就是来源于什么？对未知的一种恐惧，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那里，就是我们去到那里以后就觉得很恐怖，像柬埔寨一样的。很多朋友现在国内，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朋友，一提柬埔寨就是嘎腰子，嘎腰子。就是现在柬埔寨安全吗？肯定嘎腰子的事肯定是很少很少的，极少了你如果是正规渠道进到柬埔寨，然后去柬埔寨旅行，我觉得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比较安全。我有很多从柬埔寨来到越南的朋友，他们说柬埔寨在那也很正常的，当然园区还是存在的，他们的园区呢有很多是还是有电诈的，他们跟我讲还是有电诈的所以电诈没有灭绝，但是像那种以前嘎腰子的那种，我觉得相对来说少了很多了还有柬埔寨的园区呢，工业园区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他们真的很不出去的有很多中国人他是正规的工厂不是搞电诈，他正规的工厂，他也不出工业园区的，他是赚了钱在园区消费点外卖，那个柬埔寨一个简单点嘛，点外卖，点外卖，然后价格也是按美金来算的。那个柬埔寨当地人是那种当地的货币相当于美金的话，也就是1美金就能吃饱了。那中国人是要好几个美金才能吃饱所以在柬埔寨呢，生活着大量的就是在柬埔寨打工的中国人还是蛮多的正规公司还是有的兄弟们，正规公司还是有的，而且柬埔寨有很多的正规的公司包括各种类型的公司都有的。我也有朋友在柬埔寨做生意这个做的还不错，他们也讲这个柬埔寨还是可以的。我们要站在一个实事求是的立场来看待一个问题。当然，你说他有没有就是吃这个的吃枪的，柬埔寨肯定是有的因为那个社会它一个如果说政府没有那么强势的话，或者文明法治没有那么好的话，他们是讲一个江湖上的一个规则，很多东西它是有规则的，对吧？到柬埔寨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规则，你只要不触犯别人的利益，然后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别人也不会动你当然在越南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了。其实我是觉得越南是东南亚里边可能除了新加坡吧应该治安最好的国家了，真是这样的。在越南很安全的
晚上的话你随便去哪里都没有问题的，而且当地人很热情，当地人很热情。越南的当地人，你问路的话，特别我到农村了，我要去问路的话去哪里问路？因为我用手机嘛，我一看就是外国人嘛，对吧？我用手机软件翻译给他问路，有很多越南人会带着你来跑这个路，会带着你跑，非常热情，真的非常热情。这个就让我想到了这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也非常热情。我去问路的话，那个时候也是很多那个老大爷就是跟你指路，还生怕你就是搞不明白要带你去。但是后来中国人就没有这么热情了，就是你去问路的话，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顺了，对吧？然后再接着就有随着中国的开放嘛，就有出现了城市里边出现了就是有偿问路有的人问路他还特意给你指反方向这种也出现过，对吧？但是在越南呢，现在至少他现在这个社会，至少现在这个社会情况下，很多人是热情的，因为本身越南人他是一个休闲文化他这一天是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如果给他找一些有意义的事儿，他的文化里面也是有这种帮助别人的那种，就是帮助别人让他自己快乐在越南他有这种文化的，就是他帮助你以后他也很开心的，真的很开心，特别是外国人对吧？当然你要尊重他们的国家，就是在越南呢，你要是说，哎，这个越南你要是发自真心的，你说这个国家很漂亮这个国家很美，他们你可以看到普通的越南人会很骄傲的，真的，他们很开心的，对吧？这个就像有老外到了中国以后，当着你的面说中国漂亮，中国好，那你也会有这种自豪感，对吧？这本身是一样的本身是一样的。我说人与人情感上很多东西是可以互通的，对吧？所以我是在越南是感觉是比较舒服的，比较舒心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国内呢，我现在因为我之前特别是十几年前吧，那时候我小孩还比较小，我是喜欢开车，每周都要开车带他们出去玩儿就是附近的，比如浙江安徽什么很多地方我都开车带他们去玩过就是几乎玩了个遍嘛，几乎每周都出去，但是都是比较近的，相对比较近的，两三百公里范围内，或者最远不超过500公里因为都是开车嘛，我怕，其实我这个人怕这个太远了，因为开车我觉得很累，我骑摩托我都不觉得有那么累，我就觉得开车非常累所以我不太愿意开车。然后那个我在中国消费呢，我就觉得这几年到那几年到处都是坑，就是感觉到哪里都是有这种被宰的感觉，知道吧？很多地方的，特别到景区所以我们出去玩就是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呢？在中国的景区去玩第一，我是在景区我不买任何东西，给小孩也是这样讲的。到了中国的景区，我不买任何的东西除了水，除了水水上我一般车上也备了，对吧？出去玩我是景区不允许买任何东西。第二一个，不在景区附近的餐厅吃饭，不在景区附近的酒店住宿这一定是坑的这个可能我这个是武断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包括到今天我也养成这习惯，我一定不会在景区里做任何消费。但是到了越南以后，这个我是改变了，实话实说，越南的景区那个好多地方几乎是不收费的啊，好多景区是不收费的，它不像中国那样拦个大海，那个本身属于这个人类的共同遗产，自然景观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嘛，啪拦起来，然后收着巨额的门票，我觉得很恶心这种现象。最关键那个蓝的景区呢，那个也不咋样，对吧？我在越南那么多景点你看你去看都是免费的，而且收费的都很低。你像统一宫4万越南盾，12块钱人民币。统一宫你再去南京去看总统府，那要多少钱对吧？一两百块钱了吧？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的话都将近200块，一百大几十块这个很夸张的，对吧？这个出去旅游这方面很烧钱的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当然像历史景点
它是需要人维护的，收钱我觉得很正常，但是不能太夸张了，对吧？不能太夸张了。但是我在其他的国家，包括这个寺庙，咱们就聊寺庙吧。这个以前中国的寺庙收费都很高，现在我再去的话也不怎么收费了。它有一些特殊的景点有二次消费的那种，它是在收费，但是依次就是那种普通的景点基本上也不收了。这个在海外呢，那个时候中国还收门票的时候，我到越南的，那越南的所有的门票，全世界然后我就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寺庙的门票都不收钱的，因为寺庙嘛就是一个信仰的地方，它是敞开了让你进来的。那时候真的我是第一次出来，第一次到那个我是在越南第一次到，比如说到这个基督教天主教这种教堂里去，在国内我是没有去过啊，国内那个时候比较少，然后我以为是要交门票的，我就说到哪去买门票，真是很搞笑的，就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潜意识嘛，所以我后来呢，就是到了这个胡志明之后，我看到那个提案的那种老式的华人寺庙包括我到那个马来西亚看到那种华人留下来的那个寺庙，马来西亚的槟城，哇，我觉得太棒了，那个绝对是艺术瑰宝，那个雕梁画柱那个雕刻非常非常精美，那种石雕那种木雕非常非常美，我感觉非常震撼，你知道吧？那国内不是没有，国内的都被破四旧了，是吧？都被破四旧了，然后全部就是给清理掉了，就没有这东西了。国内的很多寺庙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历史看点的，都是现代的东西重新建的，都是这个一样的东西，没什么亮点，就是你真的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大同小异吧，都差不多都差不多，然后都是要么就是后现代的东西，就搞得非常非常宏伟，非常壮观。然后我就前几天我去了一个寺庙，然后非常非常高大，对吧？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常州新建的一个庙，然后那个哎呀，你到里面去那个佛像老高了，是吧？但我知道那是刚建的，花了巨资用现代的手法建的，就没有那种古色古香，没有那种历史的厚重，也不能让我产生那种就是要膜拜的感觉，我就觉得这是什么钱堆的这是钱堆的，所以我就没什么参观的那个想法，我反而觉得一些有历史沉淀的一些东西，比较好。但是在中国很多景区的历史沉淀的这些东西都没了，好多都没了，真的。你像我们江苏、浙江的这一带包括安徽河南有好多。你像河南一个老城，就是我们归德古城，河南商丘对，我在中国，对，我现在在国内。我们商丘就是河南商丘有个归德古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商丘商丘以前叫归德城啊，以前叫归德城。那个现在还保留着一个明清时候的那种城墙就是南门、北门、东门、西门，非常壮观我是去喝咖啡是吧？我现在在那个中国，好，有机会到越南一定我们到时候约一下。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本身已经很漂亮了，那他现在他把好多东西拆掉了，拆掉以后呢，用现代的方式修了，把一些老房子都拆掉，然后用现代的方式再修那个城墙，我就觉得很心痛，你知道吧？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心痛。我这个搞文物贩子的，大家都知道吧？要修旧如旧你要修旧如旧，这个东西你要保持它原有的历史风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给我们的后人看一看，他们的祖先前面生活的是什么样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对吧？他们的建筑形式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保留那种破破旧旧的那种东西不丢人。这个城市里有这些东西反而有那种厚重感，不丢人。但我就觉得很多中国的这个领导这个特别是搞这种城建的这些领导，不知道脑子是怎么想的，把这很破的东西拆了再重新建个新的，这样很漂亮的。就我一个视频就是我去年刚回到常州，我是那个去那个青果巷拍的一个视频。
青果巷那房子啊，就跟我刚来常州的时候看到的青果巷完全不一样了。那巷子它本来是那种小的乌衣巷，对吧？这个它也拓宽了，都能跑了汽车了，哇，走路是挺好的，对吧？走路是挺好的，那还有当时的感觉吗？我觉得在那儿逛，我就觉得，这个是后现代修的一个建筑，我就没有那种历史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跟吃苍蝇一样的在那逛的，特别是让我觉得很不爽的是什么呢？很多那种老的明清的时候的建筑改成餐厅了，我不知道他们当局是怎么想的，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为了点经济利益就那么搞，哎。但是在越南呢，就是你像有很多老的景点，真的是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只要2万越南盾就能参观了，有的是贵一点的6万，对吧？有的是很多是免费的，有的好多景观啊都有人自动募捐，它有一个募捐箱放在那里，你自己捐钱就好了，然后政府拨一点钱，基本上正常的维护是够了然后门票是非常非常少的。门票是非常少的，而且我到那个自然景观里啊，我到越南让我比较震撼的是一个，我忘了是哪里了啊，就是我要查地图还能找到那个地方，在一个拐角里非常漂亮，那是越南有一种特殊的石头那个地方非常特别，那个石头非常漂亮，非常美啊，然后那个景点呢才2万越南盾，大家敢相信吗？2万越南盾这个钱呢？收了以后，他还有小火车给你坐，你相信吗？还有一个小的那种电带的那种小火车给你坐，就相当于是2万越南盾，人民币不到6块钱就是你到那个景点去玩，还有那个小火车给你坐，那个小火车总共也就几百米，就是走路过去也能到，但是他还给你配了个小火车我就觉得这这种景点，我天天来我都没问题，是不是？而且它边上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正儿八经的是海边，而且周边村子都是农村，然后离城市也比较远，呃，离城市也比较远，那个地方风景非常美你站在那个高一点的地方往下看，哇，那风景太美了，就是海边然后又带个角的那种，哎，真是我现在是想不起来那是叫什么景区了，但是我地图上我搜吧搜吧也能找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在越南旅行或者说出了海、出了国，到别的国家去旅行，我就觉得这个比在中国旅行要舒服，明白吗？我不是不喜欢中国的景点中国的很多自然景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漂亮的，比如黄山，黄山我是去的最多的，黄山、九华山包括安徽的一些什么宏村西地宏村西地我是觉得非常漂亮的安徽的宏村西地保留的非常完整中国最美的那个古村落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它人为的痕迹呢，就是让我觉得不爽的是什么？它周边的那个那个商业氛围太重了，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嘛，这也无可厚非，就是它改的比较少，这让我比较那个的，我还商业氛围重呢也能原谅，它的后面就是人为的改动，就加上一些现代的东西加的比较少，宏村西地有很多这种画家在那边这个作画，也有很多是摄影爱好者去摄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种，我只是喜欢用手机拍，我还没有这个做视频的那种想法啊。如果是现在我再去的话，我还是愿意再去，但是呢，这个也没这么多时间了如果去玩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在海外，比如说新马泰就是或者到别的国家，甚至到非洲去我都愿意，有这想法等我生意上没那么忙的时候能赚到钱了，有粮草了，我还是喜欢做这种自由自在的一个人就像这个小钟一样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小钟非洲的小钟，对不对？我就比较羡慕这样的，就是在一个地方这样跑，但是他的这个语言能力比我强太多我是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做一个自由的
自由的自媒体人，因为他语言能力太强了，就是而且他拍的东西也是比较有意思不像我拍的东西，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看，或者喜欢看的人都比较少当然可能曲高和寡，把自己吹一下是就是我是学好英语走遍天下，对，就我其实在越南也是，越南的英语学英语的可能比学中文的要多真是这样的。可能很多中国人会形成一种错觉，学中文的比较多。其实你是因为他学了中文，你自然能找到他。他如果学英文的，你的英语文不好，你就遇不到，对吧？你如果说在越南，你作为一个老板的话，你要招聘一个会英文的，很容易就找到了。但是会中文的话，就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容易了。这个包括这个学校里面的学英语的也是比较多的，学中文的相对没有学英文的多，但是学英文的也很多。这个在越南的很多年轻人他是学几种语言的，至少两种语言，就是能读到大学的，至少都是两种语言，对吧？越南语，中文、英文或者韩语、日语，他都要选修一门。越南语是本民族语言嘛，然后有的人是两三种这个很牛逼的，很牛逼。我觉得，未来越南这个国家会很厉害会很厉害，因为它的国际化真的很厉害，就是很多年轻人的思维方式能够跟上来，然后他一定会改变这个国家。越南的年轻人会了很多种语言，而且越来越有国际眼光，因为他就是处在这个国际的漩涡中间嘛，一定会这个国家一定会很强的。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对越南就是爱答不理，有一天越南让我们高攀不起。我指的人均有一天越南一定会赶上中国的，而且不会太久。我这个话放在这里就是大家可以看5到10年5到10年，有可能越南的人均就会超越中国或者达到中国，或者超越中国我这话一说，我这个直播间就少了几个人，不过也没关系无所谓。我这个也不是说随口说的，也不是为了吹捧越南因为毕竟我这个直播间里面在直播的时候，还是说中文的比较多一点，说这个越南文的我估计很少我估计很少。就是说越南文的他也是会中文嘛，不然他也听不懂，对吧？这个还是有点感冒那今天呢，跟大家随便聊了聊越南，因为我国内的话，等我姐的身体好一点我就考虑买票去越南。我现在还有签证估计还有1个多月还有1个多月，那到时候我再考虑再办一个续签，看行不行在越南这样的就待的久一点。因为我是有很多事情想在回到越南以后再办，包括这个生意上的，我跟朋友也搞了一个那个 ERP 的企业管理软件，如果说大家有那些老板呢需要这个 ERP 软件的，可以找我，我们是结合国内的 ERP 的那个最好的模板，然后加上这个已经越化越南文、英文，然后服务器呢也在越南。或者服务器工厂你自己买，这个已经是速度效率都非常非常高，非常快那等到到了越南以后呢，我相信慢慢这块我是比较看好的，应该有机会的然后因为马上就9月份了嘛，9月份的话离中秋节就很近嘛，9月份有很多这个商会组织的那种聚会我有时候要过去记录包括这个中秋节这个越南的华人寺庙，对吧？会馆，他们那种集会也非常多我是希望能够挤出时间来去记录下来，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他这种华人的这种聚会越南签证好办小康同学，我不知道你在中国还是在哪里。你如果在中国的话，中国的话就比较好办你可以办旅游签证或者是商务签证都可以。如果越南有公司给你担保的话，你就商务签证；没有公司跟你担保，你就旅游签证
可以去玩一玩，对吧？人要走出去来看看世界，特别是我们走出去分两步，第一步呢是先了解我们的身边，对吧？然后再走向世界，立足越南走向世界，简单说就这样吧。因为包括我们的互联网，对吧，都是不能够跟世界联网的。那我觉得你出去了以后，你才能有更多元的认识，对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这个鼻子也开始囔囔了，说太久了，嘴巴也要干了。感谢大家陪我聊了这么久啊。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好吧，拜拜啊。